大家好，我是金。上期说到，饿狼在和超合金黑光的对战中越来越强，即将打破限制器。龙卷一边也正在和赛克斯打得火热，没人注意到残存了一颗心脏的大蛇正在通过吞噬怪人恢复实力。下一步，他的目标便是龙卷二人。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将如何发展呢？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说吧，那个小孩在哪里？经过了一轮照面，赛克斯还是不敌龙卷，被逼出了一些情报。比利熊如今和 King 在一块，他当然是不知道的。不过他还是告知了龙卷，那的雇佣兵和饿狼也在这里面。说这些其实也想让龙卷顾及这些人，从而留守。喂，听得见吗？我这边查到的情报就这些，你们那边怎么样了？有在干活吗？过了一会儿，通讯器里才有人回应。喂，这里是甜心假面，佣兵部队这边我已经处理好了。甜心假面，先不说这个，我现在正在和非常棘手的干部交手，需要紧急支援。位置在，只是遇到棘手的干部而已，不要为了这种事就互救好吗？你无法靠自己打败对手，一开始就应该在地面待机。龙卷，我现在没时间和你斗嘴，其他人请回答，有谁能和我交换对手吗？我和这家伙的相性太差了。可恶，被他发现了。这些家伙真的是英雄吗？竟然在内讧。这个女人以为自己已经赢了吗？突然间，他感受到了下方有种奇怪的波动，看来我还有机会取胜。随着他话音一落，四周揭开的洞里亮起了光，无数的射线集中攻击在龙卷身上，很快便聚集成了一个光球，又再度引起了爆炸。烟尘消散后，只见龙卷的衣裳已经有些破烂，很显然是刚刚受到了不小的冲击。而赛克斯一边的束缚自然是解除了，向着深渊落下。此刻，四周的废墟里都钻出了蛇头来，冲龙卷喷吐着射线。趁此时间，赛克斯俯冲而下。你还活着呀，大蛇！来吧，和我结合吧！只要用你肉体内所含的巨大能量增幅我的超能力，我绝对能战胜那个女人。赛克斯终于找到了能打破这个局面的契机，只要能吞噬掉大蛇。但如今的大蛇真的会听从他的命令吗？地下实验室里，赛克斯准备的容器破罐而出，一个个相貌都狰狞无比。另一边，大蛇又一轮攻击攻向了龙卷，龙卷只是食指一扬，一股恐怖的吸力将所有袭来的射线搅在了一块，就像是捏饺子一样，整面墙壁都被他捏成了一坨。而且不单单是这一面墙，周围所有的舌头都被这般捏成了肉泥。就在龙卷忙活着捏饺子的时候，赛克斯一边已经如愿落到了大蛇的体内。休想逃！龙卷正准备动手，没完没了的。这个黏糊糊的东西也是怪人协会的干部吗？看来大蛇的躯体即便是被捏成了肉泥，也能发起攻击。和这些家伙交手了一阵子，龙卷也算明白了，没法找到他的根，就不能彻底消灭他。虽然很想将整个基地捏碎，但那个小孩的位置还没有查明。曾经也经历过这种绝境的他，很能体会那个小孩现在的心情，肯定是绝望和无助的。无论谁都好，快去把那个孩子救出去啊！一群不争气的家伙！有了大蛇的牵制，赛克斯成功融入到了大蛇的体内。接下来只需要来吧，把你的肉都给我。大蛇，你什么时候拥有了这样的力量？难道说你一直在瞒着我？哈哈哈哈！此刻，赛克斯能感受到自己的精神都快被大蛇侵蚀了。哈哈，迄今为止，为了加速我的成长，你不停地给我提供活祭品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赛克斯。那接下来轮到你了。面对大蛇的反噬，赛克斯当然不会坐以待毙，体内的能量喷涌而出，嘴里嘶喊着：“听话，你只不过是给我增幅力量的容器罢了，主人是我。”这家伙。只见一个奇怪样貌的巨型生物矗立在深渊下，蛇形身躯，四只手臂，手里还拿着两柄黑色长矛，奇怪的脑袋上长满了闪着光的触须，整个看上去非常的不协调。哼，特地把本体露出来，好让我方便解决啊，还真是善解人意啊。这时，一道身躯从怪物头顶的肉块里伸了出来，这样就能战胜龙卷了。还有那个把我打得支离破碎的秃头男，我要把他找出来，用他来活祭我的复活。狰狞的面目还能勉强看出人形，从他说出的话能判断出，看上去是赛克斯在占据主导。
可实际上他的潜意识里同样有着大蛇的意志，将曾经打败了大蛇的祁煜也当做了仇人，两者处于共存状态。四只的舌头又发起了攻击，再次被龙卷一招秒杀。紧接着他两手一压，接住了赛克斯迎面而上的攻击。这么硬，哈哈！赛克斯举起了手里的黑色长矛，直指龙卷，一瞬间重力拉满。愚蠢！这个时候还用重力操控，你觉得对我会有用吗？话刚说完，龙卷就愣住了。只见一股波纹浮现在保护罩内，赛克斯头顶上的发光触须幻化成了巨大人形，将龙卷托在手心上。哈哈哈！防护罩的里外已经被我调转了。没错，此刻处在防护罩里的龙卷能清晰地感受到内部压力越来越大。哈哈哈！再不快点解除防护罩，你那强大的输出和我注入的力量会令内部压力越来越高哦。不过，就算解除了，你也会马上变成肉饼了的。放心吧，你的血和肉我是不会浪费的。也袭击怪人，难道这些肉块不是怪人协会的同伙吗？就在这时，粘液块吧啦一声吸住了祁煜的脑袋。别碰我的头！祁煜这一拳直接将这附近的所有肉块都轰成了渣，就连 King 一边都被波及到了。地震吗？正好这时，那团跟踪了他们很久的肉块终于找到机会扑了上来。两人算是被祁煜远程给救了一命。回到另一边，赛克斯也发出了惨烈的嘶吼，施加在龙卷身上的力量也随之断掉。一次性死掉了大量细胞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还有刚刚那滑不溜手的触感是……浑身是血的龙卷正缓缓落下深渊，可就在这时，通讯器传来了声音：“喂，我是 King， 我找到另一个孩子了，正在向地上移动。”哼，不愧是 King， 一股亮光环绕在他身边，自信的笑容再次浮现在他脸上。这样的话，我就不用有所顾忌了。这家伙不仅仅是速度，威力也提升了。黑光一拳重击打向了饿狼的脑袋，饿狼一个低头便躲开了，顺势摆好了架势。手里的动作看似滑稽简单，实则恐怖如斯。强如黑光也终于被破防了，嘴里溢出了血，大口喘着气儿。把我当做练习对象了吗？连招式的精准度也更加……怎么了，黑光？你不是英雄吗？不是要结束怪人游戏吗？我可是还活着呢。饿狼这恐怖的气势和实力的攀升，一步步击垮了黑光的内心防线，甚至让他回想起了曾经那个不自信的自己。年幼的黑光是个体弱多病、不擅长运动的瘦小个子，不管是体育还是游戏，只要是论输赢的，他从来都没赢过。就这样毫无自信地度过了懦弱的少年时代。直到15岁的生日那天，他央求父母给自己买了一对3公斤的哑铃作为生日礼物。自那以后，他便每天坚持不懈地举哑铃，哑铃的重量也从5公斤变成了10公斤，并不断增加。几年后，他单手就能举起50公斤的哑铃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200公斤、500公斤，再到1吨、2吨，就这样又过了数年。后来就没人知道那副身躯究竟顽强到了何种程度，因为那已经远远超出了数字所能代表的级别。他在孤独的战斗中获得了无数的胜利，成功培养了强大的自信，那身肌肉已经无敌了。远超体育竞技实力的他，慢慢将舞台转移到了英雄协会，在那里依旧不断的锻炼肉体，之后在战斗中接连取得胜利，最终成为了 S 级英雄。渐渐的，他开始寻找能够让自己发挥出100%实力的高手，但他真的是在渴望战斗吗？混蛋！眼前这个男人非常强，可以说饿狼便是他一直在寻找的能够让他发挥出全部力量的对手。既然如此，那为何又是这种感觉？原来他所渴望的并非战斗，而是感觉良好的胜利罢了。我并不想参与到无法掌控胜败的战斗之中。这一战或许他也无法全身而退。尘封已久的恐惧感在面对如今的饿狼时变得越发强烈了。黑光一声怒吼，妄图摆脱内心的恐惧，但这也意味着他已经输掉了战斗。
你的耳朵我拿下了。这一刻，黑光的表情似乎让他想起了曾经的自己，还有比弟熊。切，露出了可怜兮兮的表情，搞得好像我在欺负他似的。我所追求的恶，应该是更加……突然间，一股奇怪的感觉涌上了脑海。饿狼的脸上瞬间青筋暴露，一片黑色的纹路也悄然爬了上来。颤抖的身躯，他跪在了地上，一旁的黑光也不知所以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股白光将他笼罩。这是防护罩，小龙卷吗？开始坍塌了。喂，饿狼，这里不行了，留在这里会被压扁的，快逃啊！对于黑光来说，饿狼不管如何，总归还是人类。啊！我竟然……黑光蜷缩着身子，陷入了沉思。另一边，吹雪三人背靠着背，都靠近我，只要站在我身边，应该就不会有事儿。姐姐是肯定不会波及到我的。话刚说完，脚下就裂开了一道鸿沟，几人差点就掉了下去。真够惊险刺激的，正好可以预防老年痴呆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吹雪这边脸可就丢大了，刚放出了豪言就被啪啪打脸。同一时间，天然水体内的童弟已经到了极限，意识就快要模糊了。突然间，龙卷的防护罩拖着他飞了出来，脱困的他大口喘着气儿，还没来得及看清情况，就瞅见了下方同样飘起来的巨和铁三人。这个防护罩是龙卷吗？巨和铁醒了过来，瞅见了底下横七竖八躺着的杂鱼们。糟了，放我出去！龙卷，还有人需要施救。听不见吗？可恶，要来不及了。回头看了看一旁还在昏迷中的师弟们，他们已经竭尽全力了，那接下来只能带我向老师请安，只能从内侧将防护罩给破开了。能行？他用嘴含着刀，用仅剩的右手将地上的人举到了一块。龙卷，能听到吗？我是巨和铁。只可惜巨和铁的声嘶力吼传到龙卷一边，只是沙沙的电流声，这样下去，他们全都会被活埋在这里。诸神正被牙鹰吞到一半，就被防护罩给罩住了。虽说还是挡不住牙鹰的咬力，但总归是逃脱了出来。这场对决又能接着展开了。屁股突然发光了，有一种被温暖的爱包裹着的感觉。虽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就先把这个命名为天使圣光吧。这次是天使的漂浮啊！眼花的让我整个人都轻飘飘的了。不，你是真的飘起来了。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出现了一颗能量球，里面是空的，怎么回事？这是龙卷，是想救我吗？球体内有一副碎片，口袋里装着童弟配发的终端，是靠那个定位的吗？可恶，早知道就应该把它放在头盖骨里。同一时间，地底深处的湖泊里 ，Flash 的终端也飘了起来。所有人都被龙卷通过终端保护着，向地面飞去。没有了顾虑后的龙卷即将火力全开，而没有搭上便车的巨和铁几人，以及和奇遇一同的 Flash 又该怎么办呢？那么到这里，怪奇篇11就基本结束了。下期一场超能力的终极对决将正式展开。喜欢本期视频的，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